文轩，我以为你是唯一一个可以信任我到死的人。没关系，你如果觉得李川适合称帝，你就去辅佐他吧。但你不必再同我讲了。我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我谁都可以没有，我也可以没有你。我只要有权利就够了。你走吧，我现在不想见到你。若前世已卷入风云的洪波，今生是否有怀抱收容我？微尘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微尘知道错了。直到有双手渡我过素尘故梦，如风般包裹潜藏。微尘还知道，殿下想要的就是微尘在身边而已。我不想。那是微尘想要陪在殿下身边，微尘离不开殿下，行不行？你不必伏地作响，你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。是我自己失态，与你无关。怎么会与我无关呢？是我做错了，让夫人受委屈了。哎，不过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，我自己媳妇儿都跟别人跑了，我能不着急吗？你少拿这种无关紧要的事情搪塞我，你就是想让我跟李川一直绑在一起，免得你为难。我怎么会希望你跟李川绑在一起呢？他跟我又没什么关系，你才是我的媳妇。那你刚刚同我吵什么？还让人对我的人拔刀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以为你跟苏荣清达成了什么合议，你会跟苏荣清跑了。其实，我在闻到谢春和身上香囊味道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知道，苏荣清并不是杀你的凶手。但我还来不及跟你说，你们俩就已经坠崖了。那又怎么样？是苏荣清对你情深意重的，你跳崖，他能毫不犹豫地跳下去。而且你们两个共处了一晚。那我想要的不就是一个结果吗？你又什么都不说，哎，我最介意的呢，是我作为一个丈夫，看着你难过，但什么都做不了。算了，对不起，是我想的不够周全。你做的已经很好了，是我不够体谅你。哎，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？你们在山洞里面到底讲了什么？我来帮你分辨一下，这苏荣清到底有没有骗你？啊？
他有没有骗我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你骗我，我却知道。哎，善意的谎言。陆青，陆青，寿星，你没事吧？所以，你是觉得他们错了，想要报复吗？没有，他们没错，是我错。你有什么错？生在皇家，想要权力，又放不下感情。我以为自己足够理性，但是，这就是我的错。但我这辈子想为自己活，我不想再输。你想说什么？我是在想，当真有像皇后说的那样，只在乎权势，不在乎其他的人吗？我可以试一试。那不如我跟你讲一讲我所知道的事情，或许你会有不一样的想法。你们先下去吧。兄长，请。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哥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此次刺杀太子，是你和华月、柔妃联手策划的？是。你和柔妃什么时候联手的？在平越殿下建立督察司之时，所以才将你安排进了督察司。家中祖训，你可记得？记得。第一条是什么？苏氏之人不得参与夺嫡之争。你勾结柔妃，该怎么做？需要我说吗？此事我会告诉父亲，你等结果吧。兄长，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这么做吗？柔妃所做之事，早已非我苏家所能平息。无论你为什么，都已经牵连家族。洪德一事我可以保你，可如今我怎么保你啊？可我有我的理由啊！犯错之人谁没有理由？你好些修养吧。兄长，我为你讲个故事吧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关乎着苏氏的未来，也有你的未来。你不想听一下吗？
请兄长还是听完我这个故事再做决定吧。你似乎知道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。殿下应该是知道个大概的，但你知道，只知道大概和知道细节是截然不同的。那你说吧。我花了5年的时间追查苏荣华，才得知苏荣华与上官雅的往事。有一天，你同我说，你遇到了一位姑娘，那位姑娘女扮男装在赌场里赌钱，她与你赌了10把，她还约你来日再赌，可是她又输了。那天，你笑得很开心，说这个人很有意思。后来你就经常跟我提到她，你说人家不愿意搭理你，还老去逗人家。人家为了躲你，就换一个赌场，追到一个赌场，换一个赌场，你追到一个赌场。烦人！哎，别走啊！有一天，在你回家的路上，给我使劲打！谁都给你，能不能给我打？你心中不甘，于是暗中设计，在人家姑娘去往斗鸡的路上。你是谁啊？你到底想干嘛？绑匪呀，还能干嘛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上官家的大小姐上官雅。你现在把我放了，你想要多少钱，我还能给你安排。我们不求财，只求色。臭流氓！就你们3、5个喽啰，拿下你们还是很容易。苏荣华，是你？是啊。你赶紧给我解开！我打你是我不对，但你不至于这样吧？哎呀，你又死不了，赶紧逃命！这里交给我。住手！你们都别打了，给我住手！各位好汉，你们劫道无非是图个钱财，我们呢是华金苏家人。倘若你们伤了我们，即便得了今日之钱财，他日苏家必定倾全族之力追杀你们。钱你们可以拿走，把我的人还我。有一天，你回家认真的同我说，你喜欢她，你打定主意了，你要娶她为妻。可你深知，苏氏位高权重，以你的身份去提亲，人家姑娘不想答应也得答应。后来你想先去问问人家的意愿。那天，我帮你挑了一套衣服，你也亲自打磨了一根玉簪，带着她去找了她。兄长，你这是？不是。自打那天起，你便不再出家门。直到一次宫宴，你身为苏王老师，被逼着出席。宴会之上，苏荣华看见了上官雅。宫宴。你怎能拒了同上官雅的婚事呢？川儿，你是太子，不可如此任性。我已经在这深宫泥足深陷了，为何还要拖无辜之人进来？殿下，为何不想成婚？我看得出来，雅儿并不喜欢我，也不向往宫廷。我一个人在这儿已经很可怜了，何必再多搭一个人？人人都说我是太子，说我高贵，可什么都由不得我，什么都不是我选。
说实话，我没有感受到太子带给我的任何高贵。此刻，我好想寻一个解脱呀！你本想毒杀李萍的，但秦真真日夜守护着李萍，与她同吃同住，每一口饭、每一口药、每一口水，她都要先尝过。最后，秦真真先中了毒，她保下了李萍。我竟然对一个孩子下手了吗？兄长，不必如此自责。你只是受了上官旭的蛊惑。秦真真死后，李川心里最后一点对世家的容忍都已经没有了。不仅仅是因为宠妃的死，也是因为他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无能。他要被逼疯了。他为秦真真守灵时，国本未定立，还请陛下及时议处，册封皇后所出之皇子李信为太子，以正视听。与恶魔纠缠，我又化身成鬼，又赢得几个？传朕旨意，重言国本，封李信为太子。赶紧跟我回去吧。跟我走，给我在等。朝臣们都在等着你，等着你做决定呢。你还有那么多折子，你看看你现在自己在做什么？你当真要为了一个女人，你置大夏朝政于不顾吗？你忘了你自己应当做什么？你忘了你自己是谁吗？我是谁呀？你是帝王。不，我是李川。李川，我是李川。那个时候我以为是川儿变了，世家也以为这是李川的妥协，但实际上，从那以后，李川就变成了一个暴力之君，喜怒无常，苛捐重税，重用寒门，滥杀世家。他顾不得什么战论，什么百姓，什么公正，他只想推翻世家。那些年大夏风雨飘摇，四处烽火，他重用寒门，滥杀世家。寒门选拔出来的人，又多酷吏贪官，上上下下民不聊生。我苏轼费尽心机，上劝新主，下抚百姓，散财无数，赈灾救民，耗兵耗粮。用收税的钱养着亲临的兵，还刻意亲近上官氏，让大家以为他很喜欢李信，但实际上是拿上官氏当成自己的护身符了。所以他那个时候是在利用地方去消耗上官家的兵力。到头来发现，这些都是李川的计谋。他就想通过一次次的叛乱，来打压世家的势力。我一路追查，也查到了秦真真之死的真凶，竟然是他！陛下，您如何打算？陛下为何叫我们在这里相见？我也不知啊。姑母，雅儿，姑母，不是你叫我们来的吗？这不好，快走，快走！啊！川儿，
你这是要做什么？秦真真是怎么死的？他到底是谁的儿子？陛下，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陛下，这是您亲生的儿子呀！川儿，此次一事事关国本，若无实据，不可胡说。都不说什么。你若要杀了他们，为何不连我这个母亲也一并杀了？到底是谁的儿子？他就是你的儿子。陛下如果不相信的话，不得先认亲的。好，来人！陛下，你可还有话要说？你答应过我的，无论何时都不会废我。秦真真的死，也有哀家的主意。若以我的性命换雅儿和馨儿之命，你可满意？你为何要杀他？为了上官家。好，我成全你。为什么？李川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朕欲再度北伐，你们去准备吧。陛下，万万不可啊！陛下，大夏近来连年征战，国库空虚，实在是耗不起了。耗不起？当真没钱了吗？可他们不明白，陛下不是要北伐，陛下是要利用他们手中的兵权，耗死世家。德绪8年，李川未集结兵力，他想诬陷肃王谋反，要求我苏氏出兵镇压。肃王意图谋反，朕思来想去，唯有你们苏家最可信。你们可愿为朕出兵啊？陛下早就想除掉肃王了，可他却想借我苏家之刀来杀人。父亲，请进。
不如牺牲我吧。你深知这些都是借口，你站出来为苏王说话。微臣曾为苏王之师，愿以性命起誓，苏王对陛下绝无二心。以性命担保。好，我成全你。他判了你一个通敌的罪名，将我苏氏全族收养，欲将我苏氏满门抄斩。来人！苏家大逆不道，意图谋反，勾结苏武，传朕旨意，苏家满门抄斩。是，陛下冤枉啊！陛下，满门抄斩，明日将会是你们。我那时尚不知你与上官雅私通之事，只觉得冤枉。平越殿下深知我苏氏蒙冤，想解救我们。陛下，苏氏百年名门，当初建国有功，如若举族全灭，岂不寒了天下人的心？臣以长公主的身份请求陛下，放过苏家人吧。罢了，不过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赐苏荣清宫刑。禀陛下，苏荣华已用此玉簪自枪而死。死了，也要宫刑。你觉得这个簪子怎么样？挺好，就是瞧着像是人用过的，也不知这是谁的簪子。这是我从苏家大公子手里拿来的。听闻你们曾经很相熟啊，我便想着拿来给你留着纪念。不过他也算条汉子，只要受了宫刑，他便可以活的。可要却用你手里的这个簪子往这儿插了进去，死了。死了！其实我那时候特别想殿下，殿下像整个宫廷里唯一一盏明灯，所有的灯都会灭，唯有殿下永远执剑前行。当时连年征战，百姓早已受不了，而世家的忍耐也到了极限。就我所知，当年意图谋反的世家不下20族。这8年，韩族愈起，世家没落，已是强弩之末。他不能把人逼死，否则就是玉石俱焚，鱼死网破。所以，才选择修仙问道，让殿下成为监国长公主，代表圣意监国。这也是他向世家表态，他休战了，让世家安心。为此呢，即便他想动上官雅，也动不了，他不敢动，所以只能另找时机再做决定。我为韩族之首，殿下为世家代表，你我互相制衡，又为同盟。接下来大夏的10年，休养生息，终于再迎盛世。可是10年太长了。这之后的10年，长到让人面目全非，长到让人忘记最初的模样，长到让人看不到前路，也忘记了归途。